打扰一下，那个门口没有门铃，我就直接进来了。来旅游的吧？找不到路了吗？我找他。我？他上我追马，撞着我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许红豆拖着行李寻找有风小院，忽然被迎面来的少年撞飞手机，导致手机瞬间报废。红豆只能先去客栈安顿下来，再去找那个少年。客栈老板谢小春热情地招待了他，在他的指引下，红豆来到他们家里，看见了少年谢之远和他的哥哥谢之遥。谢之遥听闻弟弟闯祸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追着赶着就要揍他。最后弟弟跑进屋找阿奶求救，才结束了这一闹剧。是给你换个屏幕修一修呢，还是配你个新的？换个屏幕修一修吧，这里面东西挺重要的。实在不行的话，你给我1半钱就行。谁带你找过来？谢小春。你住有风小院？我叫谢之遥，怎么称呼？许红豆。临走前，他拉着弟弟给红豆道歉。红豆见状，赶紧说自己接受道歉，还特地嘱咐谢之遥千万别再打弟弟了。我没打他，我打你了吗？阿奶，你看我还是有屁股。阿奶听闻红豆没有全价要求赔偿，觉得这姑娘是个好人。红豆回到客栈，重新布置好房间，然后背着包开始到附近逛。每到一处都感到无比新奇。这时老板娘正好来挂打烊的招牌，看到红豆一个人，又于心不忍地叫来厨师，给他做了几道特色美食。老板娘还很热情地帮他拍照，但等他吃完准备结账的时候，才想起自己的手机坏了。还是刷卡吧。这个我们家可没有。他附近有没有那个取款机？没有，姑娘，要不然算了，这顿饭呀，算着阿婶请你了。不，哎，你走吧，没关系的。不，红豆感到很不好意思，她告诉老板娘自己就住在有风小院，明天一定把饭钱送过来，还要把自己的相机抵押给她。哎呀，不用，姑娘，不用，你走吧，没事的。我一定给您送来。好，告别老板娘，红豆开始在村子里逛起来，不知不觉间走到了一片大草原上，微风吹过，这里的一切都让她的心灵感到无比的放松。坐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下，红豆想起了好友南星，眼泪忍不住的掉下来。这边谢之遥正在开会，木雕谢师傅突然过来找他，询问起之前酒店购买木雕画的事情，才知对方改变主意，只要一幅画作。谢师傅觉得自尊心受挫，也不想和酒店继续这桩生意。红豆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走着，这满眼的绿色也让他的心情变得好起来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已经走到了谢之遥的农场，看到木栅栏里有人在给马刷毛，他便走上前轻声的问路，谁知农场主人竟是谢之遥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随便逛悠逛悠。那个又见面了啊！这里不大，容易碰见。这是要回小院吗？他表示沿着海边走就能看到村口。红豆正准备出发，却一脚踩在了牛粪上。怎么了？你不会被蛇咬了吧？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？是因为没见过？没踩过。合适吗？合适。多少钱？你跟阿耀哥一起来的，不赚你钱，25块。10块。10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。10块。红豆骑在马上，谢之遥一手牵着马，一手扛着小树杈绑着的那只陷入牛粪中的鞋子。一路上，谢之遥都找话题跟红豆聊天，可不擅长聊天的他总是会冷场。辞职出来玩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一过来就住3个月，哪个公司给这么长的假？你怎么知道我住3个月？有风小院3个月起租。他认为红豆遇到的事情无非就是爱情或事业，大城市的人们干得多挣得少，也不敢轻易离职。红豆点头表示同意，并好奇他养马赚不赚钱。我们家有房有地的，开销也不大。阿奶呢，种菜，每天出去摆个摊，挣个几十块钱，我就算什么都不干。阿奶的钱啊，都足够养活我们一家了。你阿奶多大年纪？今年啊，正好80。红豆有些不可思议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啃老啃得这么冠冕堂皇的人。两人沿着这太阳落山的景色慢慢往村里走，青涩淳朴的少年和马背上明媚的少女，美得似一幅画。两人路过古城时，谢之遥扶红豆下马，村口小琴的眼睛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二人。谢之遥进店说买双拖鞋，小琴按耐不住八卦的小心思开口问道：“你女朋友啊？”开什么玩笑？人家就是过来玩的客人。原来上次他想接小可爱，被谢之遥拒绝了，但眼前这个姑娘却骑着小可爱回来了，也怪不得小琴八卦。谢之遥贴心的拿了2个颜色让红豆选，合适吗？合适。多少钱？你跟阿耀哥一起来的，不赚你钱，25块。10块。10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，怎么是你付钱啊？人家是，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？管这么宽？小琴看到他对红豆这么好，不免有些吃醋，只不过是一个来旅游的客人，谢之遥竟然这么照顾他。两人又一起去阿奶经常摆摊的地方接他回家，他热情地招待红豆在家吃晚饭，正好保评审送来了炖牛肉，红豆算是体会到了这邻里邻居的热情和亲近。吃过晚饭，红豆用谢之遥的手机跟父母通话报平安，唯独隐瞒辞职的事情。谢之遥知道他手机坏了不太方便，就给了他一些现金，让他先应应急。红豆没有推脱，并表示随后会还这个人情。他想起白天去过的餐馆，便想着先去把钱还给人家老板娘。中午是干仗了，把钱给人送去。不用这么着急吧？送完心。谢之遥陪着红豆回到有风小院，看见房客们聚在小院里聊天，有在附近酒吧驻唱的帅气小伙胡有余，每天热衷于打坐的马秋山，以及年轻漂亮的上海女孩娜娜。胡有余看到谢之遥身边的红豆，眼睛瞬间直了。哎，那个红豆，给你接个。不是，
我那个东西还没收呢，我得先上去收，明天啊。红豆啊，那咱加个微信吧，好吗？你看我这手机坏了，等修好。对，我住那屋啊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我。许红豆，哎，谢奶奶，叫阿奶就好了。阿奶在这摆摊哈。对，这都是我的手工，你喜欢哪个？阿奶送你。相较于小院的其他住户，阿贵婶是极其善谈，她拉着红豆喋喋不休地聊了起来。我不是打工的啊，这个院子1/3的房子都是我交的，我是房东。房东太太哦，怪不得啊，讲话这么体面。房东太太。阿贵婶听了之后心花怒放，又拉着红豆讲起自己儿子女儿的事情。好不容易听完阿贵婶的唠叨，红豆终于跑了出来，准备去小春的咖啡馆。谢之遥此时正跟阿奶出摊，看到红豆被人推荐编手工店，不太擅长拒绝的他有些不知所措。许红豆，哎，谢奶奶，叫阿奶就好了。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想去小春的咖啡厅，怎么走？那你走反了呀。谢之遥也要去咖啡馆，索性给红豆带路。他带着红豆走了很长的路，想让他看洱海的景色，还总是找话题跟他聊天。你在躲债我？你挺会聊天的哈。哼，大家都这么说，毕竟你也看出来了，我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。两人走到了洱海边，看着远处的山河水，听着谢之遥讲他小时候的故事，他内心感到无比平静。美景和回忆总是相称的。谢之遥感叹小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很慢，但是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快。来到小春的咖啡馆，红豆发现娜娜在这里工作，她亲自为红豆制作一份牛肝菌薄饼。小春的女儿被薄饼香味吸引，红豆慷慨送给他们2块，看着他们吃得一脸满足，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小春给谢之遥安排了相亲，面对小春的热情介绍，谢之遥的心思却完全不在相亲上，目光频繁看向旁边品尝美食的红豆。还有什么？演一个小队。对呀。红豆被他们的聊天吸引到，谢之遥意识到小春的声音有点大，而聊天的内容也让自己有点尴尬，便示意他小点声说话。转头看到红豆已经起身离开，心里不免有些失落。红豆独自来到谢师傅的雕刻店，忽然被幅奇怪的木像吸引。这女人看着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你雕的谁啊？我姐。你姐啊？你不说我还以为我姐。临走的时候，小夏送了一个小小的工艺品做纪念。回到院子里，打坐的马爷依然在打坐，慵懒的小猫在凉亭处伸着懒腰。百无聊赖的红豆开始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浇水。谢之遥这边简单的相亲结束过后，双方互留了微信，然后礼貌道别。小春对这个相亲对象颇为满意。我觉得李老师真的不错，怎么样，娶回来？说的好像我娶了人家就会嫁一样，根本没瞧上我啊！怎么没瞧上？没瞧上人家能主动留你微信啊？我跟你讲啊，这微信留下了呢，你得主动点儿。这李老师真的挺好的。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弟弟小夏身上，他结识了网友，准备去外地发展。小春希望谢之遥能够劝劝弟弟，谢之遥能够理解小夏的感受。若是家乡能够给年轻人创造机会，又有谁愿意外出背井离乡？所以这就是他回乡创业的初衷。这边电视台来采访村子里的刺绣工艺，谢之遥请来母亲的好姐妹参与拍摄，看着她熟练的穿针走线，脑海里全是母亲的音容笑貌。傍晚，谢之遥在厨房帮阿奶做饭，弟弟阿元满身汗臭味的回来，他嫌弃的让弟弟赶紧去洗澡，却被弟弟趁机告状说哥哥又打他。阿奶，哎呀，你怎么又打人呢？阿奶，你不让我打他，你打我啊？我没打你呀，我就轻轻拍了一下。对，轻轻拍了一下。跟阿耀哥之前认识啊？不认识。那他还让你骑小可爱？我踩到粑粑了。我下次也要踩到粑粑。我叫小晴，你叫什么？许红豆。真洋气，我也有个洋气的名啊。你不问我叫什么吗？你叫什么？我叫 Candy。怎么样，洋气吧？红豆半夜辗转难眠，来到院子里发现娜娜和大麦在煮面条，三人吃着面条谈天说地。娜娜说自己不会做饭，大麦会做饭但不喜欢洗碗，所以两人都一直这么搭着混。红豆也向他们分享了自己的职业。第二天，红豆去古镇修手机，回来的时候想在村口的便利店选购些日用品，店主小晴忍不住打听起他和谢之遥的关系，积极且热情的让人招架不住，这才有了视频开头那一幕。谢师傅的徒弟陆续背井离乡，同样小夏也来向他辞别。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？师傅，我就是想去上海玩2天，顺便看看能不能在那边找工作。我听上海的朋友说，那边的木雕工作室也在招人，我也没去过其他地方，我就想去看一看。师傅，您别生气。本以为他会大发雷霆，但是他难得没有发火，却又掩饰不住失望。他知道挽留没有什么用，小夏的妈妈觉得他学了这么久的木雕，这时放弃也挺可惜，就让谢之遥帮忙劝劝。小夏却是铁了心的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看你们别总把我当小孩了，我都22了，就想出去看看。谢之遥明白小夏的心情，只是自己的弟弟也够让他头疼的。等我明年成年之后，让宝平婶儿给我介绍个女朋友，然后呢，我和她谈几年，
等我到了能结婚的时候，就和他结婚。这样的话，阿奶能提早帮我出孙。生了以后呢，继续帮你养马。生了以后送到昆明，让爸，这样他闲下来有事儿干，一举两得。本来他爸爸送他回来养马，就是想着让他吃点苦，明白生活的不易。可他倒是乐得自在。谢之遥一听，忍不住站起来就要教训弟弟，还好有阿奶护着。想踹我是吧？来踹我，这儿使劲踹我，来踹我！我不上学了，我要自由，来踹我！来！红豆接着当一个称职的游客，遇到好吃好玩的就会买下来给父母寄过去，和他们一起分享。他看到2个小朋友正蹲在地上玩蚂蚁，于是便上前跟他们打招呼。又见面了，我们这是你朋友啊？对，他叫虎子。我叫许红豆，你可以叫我红豆阿姨。你不是阿姨，你是姐姐，我跟你妈妈是一辈的，应该叫阿姨。阿妈说，这么老了才是阿姨。红豆陪着小朋友看了会儿蚂蚁，发现坨坨手上戴了一块铜手表，于是他立马想到了一个主意。他给2个小朋友每人买了一大包零食，又写了借条，把小朋友的手表借走了。2个小可爱非常开心地跑了。回到院子里，看着一如既往打坐的马爷，红豆也开始了享受摆烂的生活。这时马爷主动来向红豆打招呼，邀请他一起喝茶。普洱还是红茶，我都可以。都可以的人最难伺候。谢之遥又联系着之前的酒店那个木雕画的师傅，他想替谢师傅接下这个工作。他手下的员工打趣说，他这么做就是热脸贴谢师傅的冷屁股，上赶着要给他找生意。谢师傅却不领情。这时谢之遥接了一个电话，表情有些正经，原来是红豆的母亲联系不到他，就把电话打到自己这里来。许红豆，哎，你妈找不到你，电话打我这来了。许红豆，你答应给我保密的，你这个骗子！红豆的手机刚修好，就接到了阿远的电话。听到电话里他气急败坏的质问，红豆有些无语。原来就在昨天，红豆和大麦跟着阿贵婶来到宝平婶家里，2人各自学习鲜花饼和乳扇的制作。阿贵婶牵挂远在外地生活的儿子和女儿，所以想亲自做点鲜花饼寄过去。大言小西很久没有回来了，所以呢，我要多做一点给他们寄过去。这些东西呢，外面都买得到的呀，但是自己做的总是有一股家乡的味道。美食制作的过程是非常治愈的，不一会儿，红豆的鲜花饼就包得有模有样了。大麦也很认真地学习乳扇的制作，很快美味的鲜花饼就已经烤好了。大家坐在院子里品尝着自己亲手做的美食。你家这个烤箱不行，功率太小，你看看都没有烤酥嘛。下次啊，到我家去做，用小西给我买的那个大烤箱，功率大，哎呀，功能还齐全。临走前，宝平婶拿了一大袋鲜花饼，让红豆转交给谢之遥。等到傍晚，红豆来送鲜花饼时，听到院子里传来他和弟弟的争吵声。他们肯定在背后笑话我谢志远，你成全校笑话了。这高中学压力多大呀？人家哪有时间笑话你？你说的倒轻巧啊！我谢志远这辈子在江湖上已经名声扫地了，让我回昆明勿宁死！不就是上课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？哎呦，谢之遥！阿远听到这话从哥哥嘴里轻描淡写的说出来，气得快要疯了，又是跺脚又是扔东西的，转身跑到院子里，却看到站在那里的红豆，他一个踉跄跌在红豆脚边。宝平婶让我送的鲜花饼，我走了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能走，不能走！谢主任，你干什么？把人放开！我不放，我不放，我不放！我不走。你没事哈，没事了吧？阿远知道红豆一定是听见了他的糗事，就堵着门不让他离开。红豆看他滑稽的模样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你笑什么？你拉裤子之后，大家都不能笑了是吧？你还提？哎，你好好跟他说，别动手。他不能走，他要出去乱说，败坏我名声怎么办？你以为你谁啊？这败坏你名声，你有名声吗？我怎么？放心，我肯定谁都不讲。红豆再三保证自己不会讲出去，可阿远就是不相信。谢之遥看着这个弟弟也是十分头疼，他去厨房端饭，让红豆顺便在家里吃顿饭。阿远还是那个守门神的样子，扒在门上不下来，但看着2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他忍不住咽了口水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再配上一杯我阿奶酿的樱桃酒，那简直就完美了。樱桃酒，去厨房的柜子上把酒拿过来。阿远毕竟还是个小孩子，虽然有气有怨，也只能自己跟自己发火，于是乖乖的去厨房端来了饭，跟他们坐在一起吃。还懂事的替他们拿了2个杯子用来喝酒。晚饭过后，谢之遥打着手电筒送红豆红小院，路上他向红豆道了歉，表示阿远年纪小不懂事，让他不要放在心上。谢之遥问起红豆有没有兄弟姐妹，红豆说自己跟姐姐相差5岁，也是吵吵闹闹长大的。红豆的爸妈收到了他寄来的鲜花饼，包括他的大姐和陈南星的父母都有份，味道完全不比外边卖的差。起初大姐红米以为鲜花饼是红豆买来的特产，直接分享给公司同事，可当他听闻是妹妹亲手制作的，又有些不舍得拿回办公室认真品尝。这边红豆手机终于修好了，谁知刚开机就收到了阿远的电话。哎，喂，你好，许红豆，阿远给你打电话。听说阿远不去上学，平时跑动拉了老师一裤子，他怎么拉在老师裤子上的？你这都听谁说的？我妈说的，她也是听别人说的，还有人说是拉在校门口了，我不太信。那拉在老师裤子上你们就信啊？那是拉在谁身上啊？那自己闹肚子能拉在谁身上？他爸昨天来找我，
说你的事儿。提亲了吗？谢之遥刚骑着小电驴到达有风小院，就被红豆直接拦住了。他得知阿元只带着2件换洗衣服离家出走，非常担心。谢之遥没有找到弟弟，索性也不继续找下去。红豆坚称阿元的糗事不是自己传出去的。我发誓，我做梦连梦话都没讲过。没有就没有吧？啊？什么叫没有就没有吧？没有就是没有。行，那行，一个行是行，行就是又不相信我又敷衍我的意思是吧？谢之遥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，然而在红豆眼里，整个村子只有他们2人知道这事，不是自己说的，那肯定就是谢之遥说的。整个村子就只有咱们俩知道，那不是我，有没有可能是你说的呢？你一直打断我说话就算了，我没冤枉你，你还冤枉我了，当然不是我说的呀。咱们俩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说出去的话，肯定不是我。那也不是我呀。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哎，这个很重要。红豆极力解释，而谢之遥也没打算背这个锅。他发现红豆似乎更关心阿远的安全，突然脸上的笑就藏不住了。你笑什么？你心肠真好。有病！几人坐在有风小馆复盘阿远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。原来每个人见到阿远都会用这个糗事来打趣他，以至于他的内心崩溃。谢之遥和红豆想到找到信息的来源，杨冠军却说这个不重要。开玩笑，这事能开玩笑吗？小孩子嘛，再小的小孩都不能拿人家的糗事老开玩笑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杨冠军初中的时候去水库游泳，他的衣服被他同学藏起来，天黑了光着屁股回村的时候，被村子里那些娘娘看见，差点当成变态给打了。什么年代的事了还说？那不是开玩笑吗？谢之遥看向一声不吭的小夏身上，小纯问他知不知道阿远的下落，小夏心虚的说不知道，谢之遥却早就看出他在撒谎。画面转向旁边几个小朋友，一个个一声不吭的在认真写作业，乖的让人觉得不太正常。这天咖啡馆的人特别多，红豆看到娜娜忙得焦头烂额，就主动帮她端盘子送点心。红豆毕竟是酒店管理出身，做这些事情更是得心应手，还能安抚顾客焦虑的心。谢之遥来小馆送货，就看到了红豆忙碌的身影。你这个酒店前厅经理还会端盘子呢？酒店前厅经理就是要搞好服务，什么都得做。谢之遥来到村口的小卖部，小琴忍不住八卦起阿远的糗事。他听着这谣言越传越离谱，也很是无语。他不想过多讨论，故意提起小琴阿爸去找自己的事。提亲了吗？他让我劝你去绣坊做学徒。我不去，你劝也没用。你阿爸这不是让你学门手艺吗？小时候看我阿奶天天坐在那儿绣啊绣，老的眼睛都快瞎了，也没见他能赚几个钱。我不去。当晚，阿贵婶带着宝平婶和凤姨来到小院，3人给谢之遥做思想工作，让他找回阿远，因为弟弟年纪还小，担心他会被人带坏走错路。如果不找，你知道村子里的人怎么说？反正不是一个妈生的嘛。阿瑶就是个关心仔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不就行了？村子里的人是胡说八道，我们可以不听，但是嘴洒在人家身上，人家可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我不是不找，我是，反正我办事你们放心好不好？原来阿远在一家火锅店当服务员，每天忙活着收盘子上菜喊口号。下班休息的时候，他拿出关了很久的手机，给小夏打了个电话，询问家里的情况。一大早，红豆一身运动装备准备去跑步，谢之遥则一身正装，还对着镜子捯饬了半天发型，然后拎着包匆忙出门。正巧遇到晨跑路过的红豆。早啊！早，去工作。去束河那边有点远。一切顺利啊！我图人家条件好，人家图我大美女。那再过了几年，我还是大美女，那人家条件还好吗？你活得这么通透吗？只有自己拥有的，才是自己的。一大清早，红豆亲自下厨做早饭。等到大麦被他喊醒时，整个人迷迷糊糊的，半天没有反应过来。在树下打坐的马秋山明显是饥肠辘辘，但还是故作矜持地忍了几分钟，终究还是没抵挡住美食的诱惑，跑过去蹭饭。这汤焖出饭好吃。谢之遥去了较远的束河，会见了做高端艺术酒店的李总，想帮谢师傅谈木雕的生意。李总明白手工木雕非常好，但还是被价格劝退。鸡雕几百块钱的东西挂在墙上，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区别。把那个钱省下来，我不如把床品升级一下。谢之遥之前是做投资的，最会抓住对手的特点。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，用来打动李总。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一份热爱，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会走着相同的道路。一个老板特别喜欢传统文化，所以他成立了一家艺术酒店，里面陈设的都是传统非遗艺术作品，甚至连走廊里一幅装饰用的木雕画，都是老师傅们一丝不苟地雕刻出来的。这就是李哥本人的故事，他就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。是啊，一番巧舌如簧，成功说服李总购置手工木雕。喝多了酒的他交个代价把自己送回家，还没忘给阿奶买了他最喜欢吃的排骨。还想着阿奶爱吃辣排骨，看着怎么样？还行，谈下来了。真的？来，这第一个。晚上，红豆在外面吃烧烤，听着老板讲述自己和谢之遥的故事。这时，谢之遥也晃晃悠悠地来到了小摊上，很是自然地坐在红豆对面。
红豆还是想给阿元解释清楚，不是自己传的消息，奈何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去哪玩啊？扎染坊，下午染过了。小馆旁边的木雕坊买了。竹筏呢？做了。骑马很有意思。不去了。谢之遥还是认真的宣传附近的露营场所，结果被红豆一眼点破亏钱。我来这儿就是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认认真真的当个没用的废人。你啥时候树立了这么个伟大理想？红豆的这个想法，也是当代许多年轻人都有过的瞬间，因为人生大部分时间都被学习和工作占满了，已经不知道什么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了。正所谓人越长大，就会越怀念小时候。看着红豆诉苦，谢之遥努力憋着笑。我看你条件也挺好的，化个妆收拾一下，你是板正大美女，还愁找不到一个条件好的对象。红豆觉得自己图人家条件好，人家图自己长得漂亮，可再过几年，人家的条件未必还会好，这才发生了刚开始的一幕。由于谢之遥雇佣村里的阿婶的工作，熟人之间的人事管理比较困难，他们打包商品时经常会犯错，小春又没办法依照流程进行，以免伤及彼此的情分。谢之遥忽然想到可以找红豆帮忙，毕竟他刚从5星级酒店辞职，肯定会非常善于管理。据我观察，许红豆这个人吧，人挺勤快，也善良，最重要的，他还挺喜欢我阿奶。综上所述这些弱点吧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弱点？谢之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又要给人家讲你回乡创业的故事啊？道德绑架法。我这商业上的事儿怎么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啊？